Hello， 大家好，本期紫微斗数节明星命盘带来的女明星是京圈格格关晓彤。那关注我时间久的朋友们知道啊，我之前其实已经做过她的男朋友鹿晗的命盘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一翻啊，往前看一看。那对于他们两个的这个情感状况，那肯定是我们这一次聊的重点，那是我们要聊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对于他整个这个人为什么，就是在走红毯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奇怪的造型，对吧？也是大家吐槽的一个部分啊。我们从命盘中其实可以看出来的。第三点呢，那其实是对于2025年他的事业的发展的一个预测。好，那当我们打开他的命盘，会发现他的命盘其实之前这种类型的我没有做过，做的比较少。关晓彤的命盘是一个命宫空宫，并且煞星地劫独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线上线下教学的时候学到凶星跟煞星也是中级的学生才可以学到。那煞星的这个空宫坐命呢，整个人状态就会比较的迷茫，比较的混沌，而且空宫的人呢，其实很吃运势比如说你运气好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起飞，但是当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因为没有主星，其实你的恢复能力就变得比较弱。那它的迁移宫是天机、天梁两颗这个主星，所以它更多的是靠外在迁移宫的样子去展现自己那所以这个关晓彤的这个命盘在外还是一个很愿意去展现，也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也会显示出来自己的这个逻辑性然后呢教化别人的能力其实都是一个在外有一点撑着的样子。因为命宫空了，又做的是煞，那外面又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双吉星的坐命的情况，所以呢他就会就感觉相对来说会比较累一些更累一些。那着重的就看那这个空宫的人，他会更多的去听从谁的部分那其实会有听从原生家庭，听从另一半、朋友或者赶上一些时运的部分。那其实关晓彤这个命盘，它的身宫就是落在夫妻宫。那所以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他对于婚姻的状态，对于情感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注重的那更多的时候在他们俩的关系中，其实他也还是挺听他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情感本身呢，就是他这个命盘又是一个身夫同宫，同时呢他的夫妻宫的状态非常的好，他的夫妻宫的三方非常的漂亮所以他高低不会找特别次的这个另一半但是呢，我跟大家预测一个，就是大胆预测一下吧，因为我从他的盘上看到，就是他其实今年很可能已经领证了就是很可能，就是今年其实盘面是一个大概是一个隐婚的状态，就是他已经有一个实际的东西，但是他没有被爆出来然后那这个是我通过看命盘的一个预测大家明年看一看吧，25年看一看，因为25年大概如果按照命盘的走向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明年公布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明年公布的概率那所以呢，其实如果按照整体关晓彤这个命盘来论的话，其实我更建议他33岁之后再结婚就是相对早婚来说，就是波折会大一些。所以我也我不知道他背后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老师，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拖着这个结婚这件事情，也是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大家看看吧，看看明年公众平台会不会爆出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再说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大家老吐槽他你明明长得那么美，然后又一个大长腿。那其实大长腿这个从我命盘上也能看出来，是不是很神奇他的迁移宫天机五行又是主木，大家想那个大树就是很直很长的感觉。天梁星呢，又是我们14主星里面腿和比例比较好、比较长的一个主星，所以我们同学们就说学这个的话，其实大概其知道他的主星的样子，这个人的长相、身材、比例、风格他就很明确。那天机天梁本身是我们机月同梁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双星的在迁移的样子。那其实机月同梁整个来说，就是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性缩力就是它其实不是那么的有呈现一种勾人或者很媚态的呈现形式，这跟长相美不美没有关系，它五官很漂亮，但是呈现出来的一种娇媚的感觉。比如咱们说谁会比较有媚态比如说像猪猪，比如说像早年的张曼玉。总而言之，就是媚态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种气质它是一种化气一种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这种勾人的感觉。那
天机天梁这2颗星，它其实没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因为它很正，它其实就更像一个一身正气的一个女班长的感觉啊。所以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说它红毯造型总是很奇怪，像是一个小朋友穿着大人的衣服的感觉啊。那如果就是它的这个造型的建议吧，我个人觉得就是往更加利索、更加正派、更加像正剧里的女生的这种感觉去打扮啊，它会相对更好。那一些相对性感呀、幼态呀这种东西都不太好啊，所以未来可能我还会做一期关于性张力和性缩力的紫微斗数主星座命的人的命盘的一个分割吧啊，就是大家可以看看，有一些命盘的人跟长相没关系啊，他就是带着这种比较勾人的桃花的状态啊。那像关晓彤这个命盘就是相对钝感力会足一些啊，也是他这个为什么红毯造型总出问题的原因啊，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主要是命盘导致性格使然。好，第3点呢，就是对于2025年他的事业发展以及这个蛇年的这么一个规划预测。那好，那其实关晓彤这张命盘呢，本身对挣钱呀。没有什么欲望，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他对于在这个圈子里面捞金呀，不是那么的在意啊，因为他整个这个原生家庭基础建设也是非常好的啊。那工作中呢，明年会因为口舌之争出现问题，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就是不是那么过脑子就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就会容易说错话。那所以明年这个是他的一个可能会被爆出来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因为之前第1趴咱们说了，可能他明年跟鹿晗的这个情感会有一个公布的情况，所以是非之争一些平台的这个大家的网友们的留言可能会造成他的一个困扰。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一直我不好去聊就之前说他的亲姐姐的那个事儿那其实我们从这个命盘的角度看到，其实他跟他亲姐关系并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不知道这些情况会不会都在明年会呈现一个发酵的状态反正我们就是点到为止好，那还是老规矩，我们为关晓彤献上一首打油诗：京圈格格关晓彤，家底殷实花正红，曾少年海誓山盟，双宿双栖似惊鸿。那我们也是衷心的祝福和希望关晓彤和鹿晗的恋情一路长虹2个人恩恩爱爱。那明年2025年的情况就看我们的事件能不能预测准确了那未来会出我们2025年的整体的年运的视频 vlog， 对于明年大环境的一些预测，希望大家早早做准备，好吧？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